Hello， 大家好 ，I'm Grace。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在台湾生活和在美国生活感受到的一些差异。在我到美国生活之后，就陆陆续续收到一些留言，大家很想知道在美国和在台湾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呢，我就整理出10个我觉得在台湾和在美国生活上的差异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住的地方是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所以我分享的一些事情，像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不一定是每一个州都有一样的情况，但是我是以我在印第安纳州生活的经验为主来分享。好，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题吧。第一个，我觉得台湾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打招呼和说再见的方式。打招呼的方式呢，在美国会更像一个简短的对话，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他可能会说 How are you？ 然后你就会说 Good How are you？ 就他可能会说 I'm doing great 之类的，就会变成一个简短的对话。但是在台湾的话，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说你好，然后他说你好，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How are you 是只会对不熟的人说，对吧？就是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可能就有其他的打招呼方式。就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那刚刚说到的是打招呼的方式，美国人在分别的时候，我会说一些我觉得听了心情会变好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每次买完东西要离开的时候，店员就会说 Have a good one, have a good day， 然后我就觉得听了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虽然这应该也是一个就是固定的用语，可是这是在台湾没有的，所以在这边当别人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心情就会变好。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在美国我发现大家在开门的时候都会去帮后面的人扶着门，就如果你前面有人的话，他通常就是会把门撑着，然后等你靠近的时候再把门放掉。而且有些人是真的是超级绅士的那种，就是他们会开门的时候看到你要过来了，有些人会直接走到门后面，然后这样子帮你扶着，让你先过。然后我就觉得哇，超级绅士的，这个是我在台湾没有遇过的。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和我的语言交换朋友要准备出一栋大楼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讨论事情，所以我们就走得比较慢。然后后来到门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约时间，所以我们就停在那边。结果就有一个人他已经站在门口了，他那时候就把门扶着，然后他就是站在门的旁边，然后就这样扶着等我们过去，然后我们就一直站在那边，他就继续扶着，然后就过了一小段时间，我们就赶快说你不用在那边等我们，没关系。然后他就说no it's fine I'm not in a rush。 我就觉得哇，超级感动的，就是怎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子为我们扶着门。然后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养成习惯，我如果开门我一定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人我就会扶着门等后面的人。下一个呢，是我发现在美国几乎什么地方都是用刷卡的。在台湾当然你也很多地方可以刷卡，可是如果你要付现的话一定还是可以的。可是我发现美国就不一定是这样。比如说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办卡，所以我都是用付现的方式。有一次我就是要买一杯咖啡，结果那家店就说他们不收现金，我还要请有卡的朋友帮我付，就是非常的麻烦。我就没有想到说竟然会有店家是不收现金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真的很方便，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看美国的零钱，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什么都用刷卡的真是太方便了。再来是撑伞的问题，在台湾就算是下毛毛雨，你也会看到有些人把伞拿出来撑，但是在美国呢，下毛毛雨没有人在撑伞的，大概雨下到很大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大家把伞拿出来，那就更不用说太阳大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在撑伞。但是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太阳很大我都会撑伞，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觉得很不适应，我不敢把伞拿出来撑，因为这样会被大家当成怪人，所以后来我就习惯下毛毛雨我也不撑伞，大太阳的话也不撑，就是入境随俗。还有一个不同呢是美国的食物分量真的好大，我每次点餐就是一份餐点我都可以吃个3餐吧。很多人就说美国物价很贵，然后我发现如果
付一样的钱，比如说300块台币的一餐，我可以吃3餐，其实跟在台湾没有差到太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美国的花费并没有比在台湾多很多。还有呢，就是打喷嚏的时候，你会听到别人对你说 bless you， 这个点其实我一直不太适应。我不太适应的原因不是别人对我说 bless you， 而是如果有人打喷嚏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没有那个习惯说出 bless you，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这样会不会很没有礼貌。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跟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他就咳嗽，然后他咳嗽我就觉得应该是有点生病，那我应该也要说 bless you， 所以他咳完嗽之后我就对他说 bless you， 然后他就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在咳嗽之后说 bless you 的。然后我就真的吗？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美国朋友讨论，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只要有人咳嗽或者是打喷嚏，他都会说 bless you，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有人咳嗽，你会不会说 bless you？ 这样会不会很奇怪？下一个呢是行人的路权比较大。我发现美国的车都很礼让行人，如果你要过马路的话，通常他们都会停下来让你。我觉得这个点是在台湾比较感受不到的，在台湾就是你要一直看车，然后等到刚好没车的时候赶快过马路这样子，就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然后如果是美国的话，有时候你根本就还没有接近马路，然后他们就已经停下来等你了，然后就会有一点心理压力，然后赶快跑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跟台湾真的还蛮不一样的。再来要分享的也是跟美国的交通有关，就是美国的 stop sign。 我要来分享一件很糗的事情，就是在我来美国之前，我看一些美国的影集啊，美国的电影，看到 stop sign 的时候，我都以为说它意思是叫你不能再往前进了，前面是死路或前面有危险。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主角们都还是硬要往前开？我到这边才知道 stop sign 的意思原来是说你停下来然后再走。我一直以来都误会了，我还想说美国的死路怎么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 stop sign， 就我觉得自己很白痴。再来呢是美国的浴室大多都是用固定的花洒式的莲蓬头，我自己其实蛮不习惯的，因为在台湾大多都是莲蓬头可以拿下来冲身体这种，所以我就很不习惯在美国它都是固定从上面洒下来。后来其实就也慢慢习惯了。最后一个我观察到的不同呢是，我发现美国人真的好喜欢吃小红萝卜，你在这边会看到很多就是一包一包的小红萝卜，很像零食的感觉，大家真的就是把这个小红萝卜当成零食来吃。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吃红萝卜的人，但是我一开始来这边之后看到大家吃的这么津津有味，我自己也去买了一包，然后结果吃一吃就觉得还是没有很喜欢，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买了。但是我就发现哇，这里的人真的很喜欢吃小红萝卜，如果你去美国超市的话，真的是一整面都在卖红萝卜，真的不夸张。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在美国住到现在发现的一些美国和台湾在生活上的差异。如果你是美国人，然后你在台湾生活了一阵子，感受到了其他的差异，也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或者是你发现我今天分享的事情跟你体验到的有什么不同，也欢迎分享在留言区。那今天就到这，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